In this video we will explore the chassis of the BYD Seal 05. It's parked outside before being loaded onto the lift. Wait a minute. Bonus, if you're interested in how Seal 05 added the battery protection shield, it's at the end of the video. Hello， 那今天这条视频呢，咱们就把比亚迪军舰系列的首款车型驱逐舰05啊，把它升起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底盘了。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是把它的护板给拆卸下来了。那其实，在没拆卸之前，它的护板呢是严严实实的把它的动力系统给包裹住了。那起到了保护作用的同时呢，也给底盘找到了一个找平的作用。它是一直延伸到动力电池那部分，这个前半部分还是比较平整的。那这样在跑高速的时候呢，系统就可以更快的从底盘通过让车辆在跑高速的时候更加稳定。那今天这条视频呢，关于这款车的底盘，咱们分大致4部分来说分别是动力系统，然后悬挂以及底盘大致的一个结构，还有它的装甲做的如何，就是底盘的喷涂。OK， 那先来第一部分啊。那首先来到这边，可以看到它左边呢是它的校运专用的 1.5 升发动机这个是它的油底壳，然后用的是一个铁质的油底壳然后旁边呢是它的电机以及它的 ECVT 的集成在这里然后高压线呢一直走，连接到这边是它的一个动力电池包。那来到动力电池部呢，可以看到它这边有一个膨胀阀因为这台车也是采用的比亚迪这个动力电池冷媒直冷直热技术。那通过冷媒直接流经电池包上层的一个冷却板，冷却板再直接对电芯进行冷却或者加热。那这样相比传统的水冷系统呢，它的换热能力和换热效率呢都会更高。另外它的电池呢虽然说直接裸露在这个底盘下方，但是它是有护板在外边保护的，它用了一个铁质的护板。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它旁边是它的排气管然后排气管会产生热量，所以它这边是用了铝箔来进行隔热的然后这边呢是有一个铁皮来对这个动力电池呢起到一个保护作用就是防止它刮擦呀、磕碰之类的，这会有一个保护的措施。然后在电池的这边尾部摸一摸这边它是有一个很厚的一个隔热材料的，可以隔绝一下热量，就是防止这个热量呢会传入到成员舱里面。那从这个位置看呢，可以看到比亚迪驱逐舰05呢采用了一个典型的 H 型副车架，并且是双层焊接的一个副车架另外在副车架这边大家可以看到这有个黑色的凸起，那上面是写着前副车架的吸震器总成，这是一个铁的东西但是它里面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胶块的。那这个的作用呢，其实就是起到降噪减震的一个作用。从这两边呢会延伸出2条钢筋中间还有一条。那这3条钢筋更多的作用是用来固定它的一个护板的。那从这个位置看顺便再说一下吧，就是它采用一个非等长的半轴，从这个位置可以看到，那这可能会可能会出现扭力转向的问题。那再来看一下驱逐舰05的前悬架它前悬架是采用了麦弗逊的一个结构。那这边是它的下摆臂是用了一个一体冲压的技术，并且呢这里进行了打孔透气并且这边有一个圆孔。那这个圆孔的作用呢，其实就是加强它的一个刚性。然后它的仰角，这边的仰角呢是一个铁的材质，但是这个价位的车型呢，这边用铁的其实也无可厚非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另外可以看到呢，这台车采用的是一个独立的球头那后期在维修成本这一块呢，会更经济一些，成本更低一些。然后后悬架的话，比亚迪驱逐舰05呢采用是一个扭力梁的非独立悬架这边横过来一根扭力梁，这边是它的弹簧以及它的减震器。那由于扭力梁悬架和独立悬架存在物理结构上的差异所以它们在舒适性方面呢也是存在差异的。那比如说我手中这根笔是这根扭力梁那后轮压过一块石头的时候呢，它的动态是这样的就是右后轮呢会影响到左后轮的一个动态。那如果是独立悬架因为没有这根扭力梁，所以它的轮子是可以单独的一个进行动作的但是扭力梁悬架就不好吗？
独立悬架就一定好啊？其实关键还是看调教。你看这个雪铁龙万年不变的这个板悬是吧？但不一样，还是被人称为底盘大师吗？那站在车尾这个位置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整台车底盘的大致的一个结构啊。那可以看到它前边是动力总成，然后中间是电池，然后油箱呢是放在尾部这边。那这样呢可以更好的进行前后的一个配重，并且呢它的排气管呢是走在右手边，然后其他的线管呢是走在左手边。那它的油箱呢是用了一个铁质的油箱啊。那现在很多车型其实都是用了复合型材料的油箱，那这个铁质的油箱呢，在成本方面会相对会低一些啊，并且用了2条钢筋来进行加固。这边是用了一个胶垫来隔绝一下，起到一个止震降噪的一个作用啊，并且它的油箱呢是进行了装甲喷涂的。然后它的排气尾骨呢是放在这边，排气管在左边的位置。那再顺带说一下啊，就是它前后4个轮毂呢，它这边的材质都是用了一个玻璃 CV 的材质。那这个材质呢，相比塑料材质啊，就是轮胎把这个砂石扬起来的时候打在这些护板上呢，这种玻璃材质的护板就是发出的噪音会更小一些。那对车内的精密性呢，也是起到了一定的帮助。那最后再说一下这台车的底盘装甲喷涂方面啊，那你能所看到的裸露在外的地方呢，基本上这台车都是进行了装甲的喷涂。那比如说电池包，它的右边的位置以及左边的这些位置，包括电池尾部上边这些裸露在外的地方啊，大家都可以看到。还有油箱以及油箱尾骨这上边所有裸露出来的地方都是做了装甲喷涂的都是进行了底盘的防锈喷涂。所以呢，这一点这台车可以说是需要给点个赞。OK， 那看到这里呢，我相信大家对这台比亚迪驱逐舰05的底盘结构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那首先，它的底盘的平整都是做的不错的可以提升跑高速的一个稳定性。同时呢，它的用料的话，其实也是一台15万级普通家用车的一个正常水平。再然后呢，它裸露的地方都是做了很好的一个防腐防锈的喷涂这点确实是需要给一个赞的。最后呢，这台车的底盘的前中后3个部分在配重方面是进行了一个很好的平衡OK， 那关于这台车的底盘，大家有什么看法，或者有什么疑问呢？可以在后来给我私信或者在评论区给我留言。OK， 那这期节目就到此为止了，咱们下回见。Singapore.